让4个跑了，格杀勿论，追！是。不是说了不让你们来吗？你是我们一辈子的大哥，我们怎么能不管你的？是啊，大哥。回去告诉将军，周天琛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对不会连累他。廷琛，赶快去码头，有船送你走。快，走吧，小心点。大哥，接应我们的小船就在前面，你们赶紧走。大哥，要走咱们一起走。对啊，大哥，我们不能丢下你啊！这一次的暗杀不能泄露幕后主使，你们再不逃的话，反而是累赘。走吧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别啰嗦，大哥，赶紧走。
这些蠢事都是为了什么？英雄救美，浪子救老婆。玉婉，我来开车。住手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杜家二少爷。什么人？证件。原来是二少爷呀！我是来找我太太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二少爷。收队。谢谢啊。好，走了，收队。玉婉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我不能看着你死。我做不到。你太傻了。你受伤了，快让我看看。忍着点儿。允堂，一块儿去。好。上车。允堂，允堂，允堂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有没有伤到你啊？啊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刚才是不是伤到你了？啊，让我看看。啊，少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少爷啊，他一直在担心你啊，他。玉婉，我先走了。我和我太太救了你，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啊？啊？允堂，玉婉受了伤，你最好带她去看医生，给她处理一下。我太太的事跟你没有关系。允堂，廷琛，回家。
日本人用来存放鸦片和军火的。这里的守卫都是些亡命之徒，把雪梅夫人藏在这里，比带回洋行更保险。走。咱们分头找，今天晚上务必找到。哎，是少峰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！走！大哥，雪梅被绑架，甚至被顾虑重重，不愿意出面。她是我妹妹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她应该就被关在这片货箱里。这里就交给我好了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啊！不要！小凤，小心！小凤，找到了。雪梅夫人，少凤，雪梅。他们说沈将军不肯救我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别怕，哥哥在这里。来，哥哥说过，会陪伴你，保护你一辈子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怕万一，我是绝对不能被日本人欺负的。雪梅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可以自寻短见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在乎的东西很少很少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可以离开我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走！没事了。大哥，跟我来一下。少峰，这是你第一次杀人吗？是啊。我用枪的时候有问题吗？
你的枪法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第一次杀人，居然下手这么狠。狠吗？我没觉得，只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们都是绑架雪梅的人，所以我开枪的时候特别的痛快。我没想到你心中的杀气会这么重。我开枪的时候是因为想到大哥你射杀土匪阿龟的情景，所以我就学你的样子，这不对吗？阿贵是我的杀母仇人，但是那个绑匪对你来说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周大哥，我大哥是因为着急救我才会这样的。他从小受了那么多苦，难免心中会有压抑吗？你放心吧，他不会嗜杀成性，是吧，大哥？把枪给我。大哥，你说什么我做什么。少峰，我只想听你弹钢琴，不想看你杀人。大哥，你真的最了解我。答应我，将来一定要比我过得幸福，能做到吗？大哥，你不可以回去。我不能不回去。你刺杀许浩南的事纸包不住火，沈志佩一定会杀人灭口的。哥，沈将军说过，我和周大哥都是他真正信任的人，他不会这么残忍的。可沈志佩有来救你吗？他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。大哥，你真的相信沈志佩能顶住所有压力保你吗？军心难测，军威难测，我不想猜，也不愿去猜。既然你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去？一个义字比天还大，我对沈将军就是如此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走吧。云谷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将军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李少峰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。情况如何？李少峰出了将军府，直接奔向码头。他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去森下家。刚才码头发生枪战，状况甚是激烈。继续监控李少峰和森下洋行，我要在天亮之前知道雪梅的行踪。将军，周廷琛带着夫人回来了。将军，属下援救来迟，让夫人受惊了，请恕罪。雪梅，你没事吧？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反正我已经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快！廷琛，你在哪儿救下了夫人？在码头，多亏有一个人帮助，才能顺利救出夫人。是。少峰为了救夫人，舍生忘死，而且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属下潜伏在码头。将军，我不能眼看着我妹妹把天大的委屈藏在心里，没人知道。这是什么？整整一个晚上，雪梅危在旦夕，可您没有半点动静。她把这根铁钉磨尖了，手都磨出了血。她已经想好了，到了最后时刻，她要用这根铁钉捍卫自己的尊严。雪梅，你真的不怕死？与其死得耻辱，不如自行了断。
愧是我沈之佩的女人。你受苦了，雪梅。雪梅，先回房间好好休息吧。将军，求求你别为难我哥哥好吗？雪梅，是我的错。我身边太多居心叵测的人了，我因此错过了少峰，我以后一定会补偿的。现在，你听话，回房间好好休息。来。回去睡吧，啊。廷琛，既然有胆量回来，就喝了这杯酒。这是杯毒酒。我知道。知道还喝？您说什么我做什么。我追随将军这么多年，周廷琛从未改变。我沈之佩也不会辜负忠义之士，这次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会顶着。我会替你妥善安排一个住处。将军，我还想请您为少峰安排一个好位置。你现在自顾不暇，还为他人着想。我不想看见他步我父亲的后尘，被森下龙一拉下水做鸦片生意。如果将军能给他安排一个好位置的话，少峰就此安身立命，你们郎舅之间也不会再有猜疑和误会。好吧，许浩南的位置空出来了，你来接替他吧。多谢将军，少峰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大哥，将军要打发你去什么地方？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明天，他会宣布我死亡的消息。那你岂不是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？你受得了吗？这是将军为保全我所想的办法。我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。只是少峰，我要交给你3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帮我好好照顾我爹。我爹这个人做事莽撞，得罪了太多人，我怕我离开以后，会有人找他寻仇。帮我好好照顾他，留住他一条性命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第二件事，记得给我窗台上的花浇水，但是不能轻易挪动它们。我什么时候回上海，只要花还在，你就还是我兄。最后一件事，帮我归还翡翠屏风，但是不能惊动杜家的人。帮我把它存进花旗银行的保险箱里，再把保存的收据亲自交到玉婉的手中。我欠玉婉的实在太多了，不能再让她有任何的损失。翡翠屏风，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个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对，这就是童玉婉最珍贵的一件嫁妆。天哪，有
就这样。我训练你这么久，你怎么还是藏不住你那下贱的表情？啊？永远都成不了清平。是啊，我从小吃不饱穿不暖，见到好东西，自然就喜欢。哪像人家清平，衣食不愁的，是喝露水长大的仙女。她恐怕连钱该怎么花都不知道吧？哎，干什么啊？既然你那么喜欢钱，那我就教你该怎么赚钱。上海分为租界、华界，而华界最大的商家就是杜家。他们旗下的厂房、商铺数不胜数，他们从不需要为钱发愁。如果你想过上奢华的生活，那就只有进入杜家。那黎少爷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进入杜家呢？等你学会冷静克制的时候。冷静克制？那么多钱，我哪冷静得下来啊？等你哪天不再张口闭口都是钱的时候，你就冷静下来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一定认真学习，不谈钱，绝对啊，不谈钱。这什么呀？鸳鸯蝴蝶派小说。哎，我现在没空看这些闲书。这不是闲书，你要变成里面的女主人公，把一见钟情当成你的信仰，把痴情柔弱当做你一辈子的事业。这些比一拖二摸三亲嘴还有用？赤裸裸的勾引对杜允堂没有用，你只有示弱痴情才能俘虏男人的心，尤其是杜允堂这种情种。早说嘛，这不就一个字儿，装呗。我现在啊，算是有点明白了。不过，黎少爷，那个翡翠屏风啊，你真的就这么还给童家吗？当然要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我要让它变成一把捅向童玉婉的尖刀，让他痛不欲生。少爷，少爷，不要再喝了，小心回家老爷也要训话了。训我？凭什么训我？现在3家碗具都已经开业了，二少奶奶每天都那么辛劳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意，根本就不需要我。少爷，你是不高兴少奶奶在外面做事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每天那么忙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管别的男人。哎，少爷，我听说杀害许浩南的凶手已经死了，少奶奶喜欢的那个人也应该死了。沈之沛这种障眼法，只能骗到你这种人。我说那个周廷琛现在肯定是躲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，童玉婉找不到他，现在肯定着急，所以呢，就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。少爷，你还真是少奶奶的知音啊！他呢，想了别的男人，我居然还无计可施。你说我算不算一个窝囊废啊？那还用说？当然窝囊。唉，看看这个。花旗银行的贵重物品保管单，翡翠屏风，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身上呢？这是我大哥托我保管的，
但是呢，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些秘密。杜兄，我真的是替你抱不平啊！替我抱不平？这个是你家最珍贵的东西，但却落到了情敌的手里。杜兄，我不知道是你人太宽宏大量呢，还是童玉婉道行太深。我不许你污蔑我的妻子。童玉婉有外遇的事情，已经尽人皆知。你真的甘心忍下男人最大的耻辱吗？拿来，这是我大哥托我保管的，我不能失信于他。拿来。最好小心一点。少爷，你别再喝了。主，但是不能和外界联系，他已经平安了。谢天谢地，终于平安无事了。小姐，其实素汐并不担心周少爷，他可是杀手王大英雄，有什么难处过不去的。可是姑爷他就……姑爷虽然对你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可我觉得他心里比你更难受，只怕现在还在热锅上煎熬着呢。而少爷现在在哪里？顾飘来电话说，在夜总会又喝醉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小姐，姑爷是可恶，他怎么着都不应该动手打你、侮辱你的。可是这些天，我瞧着他都不敢面对你，每天借着酒折磨自己，我心里就又原谅他了。男人因为吃醋犯点糊涂，总是难免的。还能天天去夜总会，逍遥快活。杜允堂不会有事，不过我真担心，他这么荒唐，会让公公婆婆添堵的。小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我知道啊，你心里还是有姑爷的。谁在乎那个小恶魔？去夜总会。哎，小姐，你看那个是不是姑爷？喂，你有什么资格弹琴啊？啊！你根本就不会弹琴，你走开！走啊，滚！我来给你弹。哎，允堂，允堂，是我呀。走了，咱们快回家了啊！哎呀，走了，走了，来。走了，允堂，走了。允堂，允堂，哎，走了，我们回家了啊！你真的愿意跟我回家吗？当然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啊。玉婉。我有一件很正经的事情，想求你帮一个忙，你愿意吗？
愿意，愿意。有话回家再说吧。我呢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但是我需要一笔很大很大的资金。你能不能把你的翡翠屏风当了，把那些钱给我？啊？云堂，别的都可以，翡翠屏风不行。别的我不要，我要的只是翡翠屏风。你刚刚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？怎么现在又不行了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是舍不得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舍不得。那是什么？啊？回家再说。回家我放手！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里说？要是你那么清白的话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的话，有什么不可以在这里说？不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说，哎，小心！我跟你说，翡翠屏风，我送给了一个，我是问心无愧、清清白白，看一眼都没有看过。你问过我吧？你连问都没有问过，你就送给你的朋友，还说你是清清白白、问心无愧。杜运堂，你说过的，以后不管我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你都相信我。你说过的。后来呢？后来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我又做了些什么？我们之间的信任刚冒一次头，就给毁了！云堂，我们之间的信任还能回来吗？能回。如果你愿意把周廷琛之前送给你的钻石手链给砸了，我就一生相信你说的一切。你的朋友真的只是朋友吗？周廷琛高高在上，我呢？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可以把周廷琛他一个人的性命放在我们杜家所有人的性命之上。你敢说你是无辜的？你敢说你是问心无愧？你们是清白的？算了，反正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和你之前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交易，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。你跟周廷琛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跟他做交易，你没有跟他玩游戏，但你就是愿意活出你的命。我真的放弃了。你满意了吧？
允堂。母亲，早。你夜不归宿，去哪儿了？我说不出口是吧？跟周廷琛有关？不是的，您误会了。我误会了吗？你跟周廷琛的事儿，现在闹得满城风雨。运堂被你气得彻夜都不回家，你总该给我个交代吧？母亲，您放心，玉婉和周廷琛不会再有任何瓜葛的。够了！你这些天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。我原来以为允堂的荒唐会耽误了你，今天才知道，你比允堂还荒唐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，允堂小的时候，他父亲打他，他总是嬉皮笑脸，没个正经。可是昨天晚上，他接着气把自己灌醉了，大哭一场，像个孩子一样。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，从来没有。你可以不顾自己的名节，可你不能再伤害允堂了呀！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。玉婉，你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亲自到同府，堂堂正正把你娶到杜家的儿媳妇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，听到了吗？玉婉明白。你去歇着吧。是。真的希望你和允堂能好好在一起，了却我和老爷的一番心愿。是这种感觉吗？我觉得你不要装得太过，要不然会漏了何美香的底。哎，我真的马上就能见到杜允堂了。你给我记住，见了杜允堂，第一不要乱说话，第二眼珠子不要乱转。你装不了清平，至少不能漏了何美香的底，要不然前功尽弃。好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怎么搞得见个杜允堂，比当小白鸽还紧张？你越是紧张，就越不要多说话。只要你闭嘴，我有70%把握。
底怎么回事？无可奉告。清平的影子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是不是我刚刚表现的不够好啊？这是最完美的开场，他已经上钩了。你终于找到这里来了，不愧是杜允堂。你还真是用心良苦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经常来这里悼念清平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世界上只有我最爱他，你不配爱他，因为你爱上了害死他的帮凶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月婉她是无辜的，她并不是帮凶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谁是帮凶？帮凶把自己隐藏了起来，一定是另有原因。杜允堂，我不太适合做推理游戏。那好吧，我说的直接点儿。这些日子，在我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片段，好像拼图一样，我把它们慢慢的拼出来，发现了一个案情的真相。发现了什么？我只能够承认的是，清平喜欢的人不是我，是另有其人。那个人只能给他承诺，却给不了未来，是他间接害死了他。你胡说！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之前还不能完全确定，但你刚刚的失态，确实出卖了你自己。我真的很想知道清平死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，你都在干嘛？你为什么那么疯狂的去替他报仇？连那些无辜的人你都不放过，你是不是做了一些连你自己都不能放过你自己的事情啊？杜允堂，你为了庇护童玉婉，把我说成是枪口下的窝囊废。其实你才是最窝囊的男人，忍着绿帽子不敢吱声的窝囊废。原来如此啊！是你在枪口下怯懦自私，是你让清平孤独的去面对死亡。你的复仇不是出于爱情，是出于你的失落，你的愧疚。所以，你才是那个天子第1号、自欺欺人的窝囊废。住口！
别让我看见你斗得清平，因为你不配。你让他的在天之灵坐好，滚，走。真高兴还能见到你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一个曾经深深爱过清平的人。清平啊，她是我的孪生姐姐。那你是我姐姐的爱人？对了，那你是谁？如果你真爱清平的话，那……但是性情又不太一样。真想知道我的名字，必须要有征服我的能力。你真的那么有才华吗？我叫红雨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真想知道的话，先告诉我你的来历，还有你是怎么认识李少凤的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找清平姐姐。我遇见了黎少爷，他说他知道清平的下落，他带我来这里，让我看看我姐姐最后住过的地方。而且他还说，只要我愿意，他可以一辈子照顾我。不对，这不是清平最后住过的地方。我知道他最后住在哪里。我带你去吧，走。你怎么知道我肯跟你去？因为我没有给你选择。走。杜允堂，你凭什么带走红雨？那你该问一下红雨，她到底喜欢谁啊？红雨，你难道忘了我在那座小屋里为你做的一切吗？允堂，他带我去了平居小院，那是他为清平姐姐打造的爱巢，一草一木都包含着他的浪漫，他的深情。李少爷，你真的比不上他。是，我是比不上他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李少爷，你只是把我当做姐姐的替身，你爱的只是清平。但是允堂他一来，就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他尊重我，这个就是你们之间的区别。好一个更尊重你！那你知不知道，杜允堂是个有老婆的人？允堂他当然什么都没有对我隐瞒啊，我就不相信了。一纸婚书真的就比一见钟情更神圣吗？红雨，你就像你姐姐清平一样太纯情了，会被杜允堂害死的。李少爷，请不要再挑拨我和允堂之间的关系了。李少峰，别逼我先发制人。杜允堂，好，杜允堂，这次算你赢。但你如果让他伤心的话，我鄙视你，而且我会在下1分钟马上把他夺回来。
见了杜允堂，第一不要乱说话，第二眼珠子不要乱转。你装不了清平，也不能漏了何美香的底，要不然前功尽弃。股票，素汐，这些郁金香什么时候开的？就是少爷和少奶奶一起喝醉酒那个晚上。真没想到，这些花开起来的时候，会这么美丽。以前我居然没有留意过。小姐，我觉得姑爷对你用心良苦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咱们办晚居的时候，他是明知捣乱，其实啊，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在暗地里帮咱们。素汐，你也这样想的？还有我有话说。其实你闭嘴。小姐，平日里啊，咱们管他叫小恶魔，其实他这个人只坏在一张嘴上，他的心跟周少爷一样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你。他们两个还是不一样的。我有话要说。其实少……股票，没工夫听你啰嗦。小姐，周少爷的心坚强的像石碑，而姑爷是一颗水晶玲珑心，还挺脆弱的。他伤不起，受不住，所以才闹出这么多可恨可欺的乱子。其实少爷心里一直都有少奶奶的，当初那些寿字都是少爷在这花房替少奶奶写的。少爷吧，就是嘴硬心软的个性。我说完了。我还以为是你写的呢，原来好人是你们家少爷。啊，完了，我还说了姑爷那么多坏话，就怪你。小姐，这下我还觉得姑爷挺好的。素汐，股票，我想和允堂再好好聊一聊。你们说还来得及吗？这个嘛，我又不是男人，怎么知道姑爷的心呀？我是男人，我知道，只要少奶奶回心转意，二少爷吧，其实他可以在天上摘2颗星星给少奶奶当耳环使用。哼，一边跟着去吧。你呀，根本就不算男人。素汐大姐，我哪里得罪你了呀？啊，凭什么我就不是个男人啊？你倒要说说看，在你心目中，这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心目中的男人，那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威风八面的大丈夫。花期有时，我只是担心。他已经不在原地等我了，瞎担心。小姐，姑爷回来了。来，姑爷怎么带了个女人回来？清平，宏远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的二少奶奶童玉婉。姐姐，我叫红雨。允堂，他今天带我，特来拜见杜家上下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那好吧，要是你有什么不满的话，尽管投诉，我洗耳恭听。杜允堂，我没有心情吃你这种无聊的醋。
你现在是不是该带我去见伯母了？太太，二少爷带了个漂亮的女人回来，现在正在门口跟二少奶奶说话呢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荒唐！童玉婉什么态度？二少奶奶不哭不闹，表情淡淡的。太太，咱们要不要给二少爷带回来那个女人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？有童玉婉在，我们何必冲荆轲？太太英明。当年老夫人在世的时候，就是利用太太、姨太太鹬蚌相争，大权独揽呢。哼，这就是杜家当家女人的一个高招。好，我这回倒要看看童玉婉，经过这次教训之后，能不能长些记性。咱们按兵不动，先看看吧。小姐，那个女人来者不善，你可不能太贤惠了，咱非得拿个主意治治她不可。你不好意思，我上，我打得她满地找牙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我可没见过你这样。你被那个狐狸精欺负成这样了，我找他去。苏西，不是她，那个女人，她只是个陌生人。可雨堂，他怎么能当着那个女人的面挑衅我呢？姑爷是太可恨了，小姐，不如你就豁出去大闹一场，咱们不能白白咽下这口气。像大嫂那样，像婆婆和姨太太那样争风吃醋吗？不，我童玉婉有自己的人格，我不能让杜允堂看不起我。苏西，快帮我看看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这么难过。好，咱们输人不输阵。走。哎呀，这姑娘真好看。我还以为童玉婉美貌天下无双呢，没想到这姑娘啊，可把她给比下去了。红玉，谢谢姨太太夸奖。我听说姨太太当年风华绝代，可如今依然风韵不减当年。我还要向您请教，该怎样保养呢？翠林姨娘的情况，红雨怎么会知道？红雨姑娘人长得漂亮，话也说得甜。哎呀，我看不像是什么闲花野草的，倒像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呢。红雨不敢，杜家的2位少奶奶门第高远，远近皆知。红雨不过是小家碧玉罢了，略读过几本书而已，日行千里也赶不上呢。太太，这姑娘应对太流利了，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二弟呀，我们都觉得红雨姑娘品貌不差，这人都给带来了，是看看就走啊，还是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打算？允堂，你今天都敢把人带到家里来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
红玉是我见过全上海最漂亮的女孩，我要纳妾。玉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过来。母亲，刚才允堂说他要纳妾呢，你的态度呢？事出突然，容我再好好的定夺吧。不过眼下，婉居有几笔大生意需要紧急处理，我先告辞了，母亲。好的，你去吧。童一婉，你怎么可以笑得那么轻松，走得这么潇洒？允堂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？红玉她身家清白，父母早亡，一个人在上海漂泊。我觉得我跟她情投意合，就在一起。我知道这么多，就足够了。允堂啊，你父亲刚刚改变对你的印象，才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呀，你又要惹事。你父亲最不喜欢你这种荒唐浪漫的做派，可是你呢，又做出落人话柄的事。允堂，你要是我儿子，就把这狐狸精给我扔出去。这位小姐，我们杜家一向知书守礼，不管跟允堂你都做过什么。在我跟我们家老爷没有商量之前，你先走吧。我和他的事无需商量。无需商量？你要不要想一想杜家的产业？你难道希望你父亲一生的心血落到他人手里吗？容妈，把这狐狸精给我扔出去。是。等等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非把红玉留下来不可。那玉婉怎么办？就算你要纳妾，也要问问玉婉是否同意，她才是你的太太。她根本不爱我，我爱不爱她，她也不在乎。那她呢？你确定她真爱你吗？爱你的钱吧。太太，对你来说，我只是个不懂羞耻的女人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云堂，他是我一生一世等待的爱人。太太，我相信前世的缘分。哼，还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，就一生一世的缘分了。虽然我和云堂只相处了短短的几个小时，可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全部。现在，就算是要我死，我也是幸福的。云堂，我这一辈子能和你有这么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无论多么短暂，无论受到世人怎样的侮辱和打击，我都无怨无悔。太太，我对允堂的爱情，愿意受到杜家的任何考验，只求你让我留下来。果真有手段，你当真愿意接受任何考验吗？为了捍卫爱情，我宁愿一死。哎，红玉太太，不好了，老爷回来了。我看你这回怎么跟你父亲交代！
你又怎么回事？我要娶红雨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童玉婉呢？你把童玉婉放到哪里啊？既然你娶了她，做你的妻子，你就要负责任。再说，杜家不能娶妾。你当年娶二娘的时候，把我妈置于什么地方？云堂啊，这是我多年来最大的憾事。难道你要步我的后尘，走我的老路吗？允堂，杜老爷，我没有奢望过杜家的名分，我只要爱情。我和允堂，我们的爱情不该被世俗的枷锁阻拦。尤其是你，崇尚新思想的杜老爷，您就更不应该棒打鸳鸯了。云堂，我要跟他说几句话，你出去，把门关上。爸，云堂，你放心，我会为了我们的爱情，继续争取你父母的成全，直到他们答应为止。你坦白告诉我，到底你想得到什么？请杜老爷公平对待爱情。我是真的爱允堂，我和允堂是真心相爱，为什么就不能被祝福呢？难道杜老爷要让允堂像您一样，在包办婚姻中认命一辈子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？难道你想让允堂休了自己的妻子来娶你吗？不，我不需要明媒正娶，也不需要住进杜家大宅，更不奢求能独占允堂。我只希望我能够陪着他，看着他，就够了。我这个儿子从来没有长性子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他爱我一日，我便幸福一日。除此之外，我别无他求。别以为用你这些狐妹子的方法就能骗住我们。如今那些鸳鸯蝴蝶派的新潮话，谁不会说呀？可真正能够做到的，又有几个？太太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请您相信我。哼，那好啊，既然你这么痴情，又别无所求，那好，请你马上离开杜家，去一生一世痴情的等待吧。容妈，太太，送客。和老爷看，我更会用事实告诉允堂，真正的爱情，情比金坚。走吧。容妈，叫医生。老爷，既然是女客，就由家里的女眷来安排吧。好吧，人命关天，把它办好。那是自然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来杜家是什么目的，总之，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接触我的儿子。我不管你是真病还是假病，我都不会照应你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。容妈，给他20块大洋，让他马上滚。是，太太。太太和老爷现在没空搭理你，你有病就看病，没病别装了。我有哮喘病，我求求你们，给我点药，我求你们。我要是救了你，就是杜家的罪人了。都说你这祸害活千年，你且死不了呢。快走，快！
快点！哦，别磨蹭。苏西，他好像有哮喘病，快去找个大夫给他瞧瞧。我不去。他跟你抢姑爷，你还救他？哼！你别看他现在装可怜，没准儿就是一条过冬的毒蛇，早晚会咬死救他的人。怎么这么说呀？你也知道我的性格，我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再说，当年在拍卖会没有救下清平，是我一生的恨事。可是他跟清平不一样，我看到他就会想起清平。你就让我不计后果的帮他一次吧，也好让自己安心。听话。容妈，容妈，把他交给我吧。二少奶奶，苏西，扶他去花房。是，我们走。少爷，少爷，听管家说，红雨小姐哮喘病发作了，而且还被太太给撵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她，快说呀！她被少奶奶已经拉到花房去了。哎，少爷，他这是娘胎里带的病，随时都可能发作，最好随身带着药。多谢大夫，这是您的诊疗费。不客气。谢谢啊，大夫，请。红雨小姐，你放心吧，你的病不是很重。何止是不重，分明就是假装。怎么说话呢？别说了。我真是弄不清楚，你这是真善良呢，还是假慈悲呢？是不是怕杜允堂他迁怒于你，所以你才装出这副贤惠的模样啊？我童玉婉不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人，我救你是看在一位故人的情分上。故人？清平啊，你果然跟他有渊源。渊源？她可是我的孪生姐姐，我那失散多年的姐姐，现在我们阴阳两隔，好像都是你害的吧？我没有加害过你姐姐清平。你来杜家，不会是寻仇的吧？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坏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放过你，我又会不甘心。所以呢，童玉婉，你听着，我要夺你的家，要夺走你杜二少奶奶的名分，特别是要夺走你的丈夫。真是没看出来，一个小小的女子，居然有这样大的野心，倒是真让我刮目相看。我等着你来真枪实刀的跟我斗呢。苏西，送客。云堂曾经告诉我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郁金香了。我跟他喜欢一样的花，又有什么错？玉婉姐姐，你怎么能够因为嫉妒就毁了他呢？还有，我不是清平姐姐的替身，我是红雨。你怎么解释这一切？
解释？我需要解释什么？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成清平的话，我只能说你是鬼迷心窍。如果你有能耐的话，可以冲着我来撒气。这些话对我有什么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算你嫉妒，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去毁了他。嫉妒？我为谁嫉妒？谁值得我嫉妒？太可笑了吧！是，我不值得你嫉妒。你记住，是你让我对你死心的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？既然你心里没有我，为什么死赖着不走啊？啊？这里是杜家，不是你们童家。马上给我滚！给我滚！你是怎么知道我喜欢郁金香的？你对我和我家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多。你到底是谁？云堂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惹得你不高兴呢？云堂，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的来爱你，可是为什么这么难？你和清平两个人有着同样的面容，同样的声音，只是你终究不是他。你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骗不了我的。你一直在蹩脚的背你那些早已背得烂熟的台词。你能告诉我，到底你想要什么吗？云堂，我没有演戏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给的爱太突然也太容易了。要是你真想要钱的话，你大可以直接跟我讲，没必要按照黎少峰的套路来演。没错，黎少峰是让我扮演他心中的清平，但是我对你真的是一见钟情。我所有的用心良苦，只不过是为了换得你一点点的怜爱。这份心，这份情，在上帝看来都是无辜的。云堂，你真的就没有一点点感动吗？感动？我的感动没那么廉价。要是你真的愿意为我改变的话，好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变成清平，啊？你也想让我做清平？
那我就做清平。我只是要你知道，为了爱你，我什么都肯付出。二少爷，我猜，您让红雨小姐进家门，是不是为了气气少奶奶，好试出她的真心？你给我闭嘴！可现在，我真的觉得你对红雨小姐有点怜香惜玉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她居心叵测，有可能是李少峰的人。可她是个美人儿，又柔弱，又温柔。她和少奶奶可不一样。她肯服软，她肯认错，又不跟我较劲。就这一点，为什么童玉婉她就是做不到呢？刘师傅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少姐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快扶她进去。玉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你要是难过，就哭出来吧。婉君还有事要做，我没时间为一个男人伤心难过。这些花是怎么回事？这些花是上个月姑爷在法兰西花行订的绢花塑料花，你看像真的一样，永远开不败。这个月刚到货就卖了好多呢。开不败的花，只能是假的。再好看，也没有花香，没有神韵，只能骗骗眼睛，骗不了心。别多想了，再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小姐，你可得千万保重自己的身子。你要是倒下了，那岂不是顺了那个小狐狸精的心？云姑，你的药好了，趁热喝吧。这药我已经喝了3天了，我的胃好难受，我再喝下去就要吐了。你给我换个西药吧。雨兰夫人从来都不相信西医的。可是我的胃真的喝伤了，麻烦你去跟将军说说，通融通融好不好？这是雨兰夫人定下的规矩，如果你要跟将军说，这规矩不近人情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。哎，算了，给我哥哥打个电话，问他怎么还不来看我。这恐怕不可以。你为什么？你母亲没来看你，不见你念叨；一个庶出的哥哥才3天没来，你就念叨了不下5次。不觉得对这个哥哥太过关心了吗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哪来这么多闲话？雨兰夫人从来都不说这种没有规矩的话，即便是她真的病了，也从来不会让别人知道，更不会扮病态博人同情，招人可怜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回娘家，这里没有人可怜我，我回娘家招人可怜我，你愿意跟着就跟着。